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侯明昊、逍遥口碑两极，骂他老套 vs 赞其封神，关键在莫比乌斯环叙事。2026开年，仙侠剧《逍遥》以一种近乎任性的节奏，在11天内播完40集，匆匆收官。当许多观众还在抱怨其三世情缘的剧情框架略显安全时，一个名为莫比乌斯环的终极设定，却让所有前期的伏笔与因果轰然倒转，瞬间将评价推向两极。本文认为，逍遥的真正价值，绝非另一场大婚刺杀的虐恋复刻，而在于他用一套精密的莫比乌斯环叙事结构，为日益疲软的仙侠类型完成了一次惊险的叙事破戒。它不仅讲了一个关于欲望与纯爱的故事，更用故事的结构本身成为了主题最深刻的隐喻。结构革命，从线性轮回到因果莫比乌斯环。传统仙侠剧的三世情缘本质是线性轮回，第一是因，第二是果，第三是和解。时间箭头清晰指向宿命的终结与突破，而逍遥大胆颠覆了这一模板。他构建了一个如莫比乌斯环般的叙事迷宫，起点即是终点，终点亦是新的起点。剧集开篇是人族少女逍遥误入万妖谷，唤醒妖王红叶。随着剧情推进，我们得知这是他们的第二世情缘。前世的宁安公主在大婚之日亲手刺杀了红叶。若故事在此闭环，仍是寻常套路。然而，剧集在尾声悍然揭开第三重真相：万年前，红叶的前身本是人族，而逍遥的前身则是龙族。红叶为振兴人族，与爱人相守，设计欺骗妖族，种下万年仇怨的因。最终，逍遥龙女手刃红叶，并启动光阴倒转之术。至此，惊人的结构浮现。我们最初看到的第一幕，实则是万年前轮回重启后的最后一幕。逍遥带着完整的记忆与使命归来，红叶却失去了所有前尘。这个环状结构彻底消解了简单的前世今生，让每一次相遇都同时承载着过往所有因果的果与开启未来新可能的因。观众跟随主角探寻真相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逐步拼凑一个早已注定的循环的完整地图。角色弧光，在循环中觉醒的执棋者与破局者，独特的叙事结构深刻重塑了人物的成长逻辑。谭松韵饰演的逍遥，其魅力不再仅是古灵精怪或善良纯粹，而是在一次次循环中累积的近乎神性的悲悯与决断力。他不再是命运被动的承受者，而是知晓全局后主动走入循环，试图在死局中寻找一线生机的执棋者。一人分饰三角，龙女、宁安、逍遥的挑战也因此被赋予了结构性的意义。那是一个灵魂在无尽试错中，于不同身份间积累经验与智慧的过程。而侯明昊饰演的红叶，其悲剧内核也因此更深一层。他每一次新生时的冷漠与戒备，都源于前次轮回中遭受的背叛与伤害，但他自己却遗忘了根源。他的角色弧光，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再次被同一灵魂的本质所吸引。这本身构成了对宿命之爱最极致的诠释。尽管有观众抱怨男主角后期戏份像工具人，但从结构视角看，红叶的缺席与被动，恰恰是这道莫比乌斯环得以成立，并凸显女主角主动性的关键设计。主题升维，以结构之环隐喻欲望之困。逍遥的核心麦高分是能引发无尽纷争的御理神权，它直指人性欲望。如果剧集只是简单讲述一个抵制欲望的故事，难免流于说教。
但莫比乌斯环的叙事结构让主题得到了哲学层面的升华。这个无限循环的环本身就是对欲望最精妙的视觉隐喻，众生在欲望的驱动下争夺、背叛、相爱、牺牲，每一次都以为抵达了终点，得到或放下，实则不过是踏入了同一困境的另一面，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剧中人族与妖族立场在万年间的数次颠倒与观众评价的反复，万年前骂妖，万年后骂人，正是此欲的生动体现。而逍遥最后的选择并非打破循环，而是带着记忆再次进入循环，则提出了超越破除欲望的更高命题。既然绝对的无欲与终极的和谐或许有难抵达，那么保有清醒的认知，秉持纯粹的初心，在每一次循环中做出更向善一点的选择，是否才是于困境中寻求逍遥的真实答案？这一设定将剧集从仙侠情爱拉向了存在主义的思考疆域。类型破壁，一次冒险的原叙事实验。逍遥的这次实验具有鲜明的原叙事色彩，它不再满足于在仙侠的既定框架内讲述一个更精美的故事，而是开始用故事的结构来反思和解构仙侠类型本身赖以生存的转世、宿命、虐恋等核心要素。当观众意识到整个故事是一个环，前期所有看似剧情漏洞，如逍遥情感推进过快或老套桥段，都可能被重新解读为带着记忆重启的必然。这种观看体验的颠覆，要求观众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解读者和拼图者。尽管这种大胆尝试导致了口碑的两极分化，有人赞其精巧深刻，有人斥其故弄玄虚，但它无疑为仙侠剧的创作提供了一条罕有的重质性与结构的创新路径。总而言之，逍遥可能不是一部完美的神作，但它绝对是一部值得被记住的先锋之作。它用一场危险的叙事赌博，将自身从海量的仙侠剧集中打捞出来，证明了这一古老类型依然存在着形式革命的澎湃潜力。谭松韵与侯明昊的动人演绎，最终服务于一个更具野心的哲学表达。真正的逍遥，或许不是超脱于循环之外，而是在认清循环的真相后，依然拥有踏入其中的勇气，与在循环中守护本心的力量。